如果你总是为独自生活感到烦恼，单调又无聊，那你一定得看看这部治愈系日剧。剧中的故事和许多年轻人的生活理念特别契合，他用真实行动告诉你，一个人也要热爱并享受生活，温柔地和自己相处，也能活出精彩人生。5月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，他有一套自己的原则，他常常独自去各种地方，体验各种事物，享受一个人的生活，解锁了诸多人生体验清单，并从中发现很多惊喜和收获。今天的5月依旧拒绝了同事的聚餐邀请，因为今天对他来说是一年里最期待的日子。5月充满信心的走进了一家豪华酒店，接待他的服务员早已在等候。今天的他要体验英国贵族下午茶，走进店里发现很少有人像他一样一个人来享受下午茶，大多数人都是成群结伴。但对5月来说，享受庭院风景，独自品茶，总觉得时间好像变慢了一样，觉得偶尔体验一下也挺好。接着服务员端来了今天的茶点，还细心地过滤了红茶。看着眼前精致的点心，5月开心得移不开目光。泡在茶壶里的茶叶散发出浓郁的香气，光闻这味就知道必定不一般。然后要尝的是桌上的点心，他先是拿起一块青瓜三明治放进嘴里，没想到面包的绵软和青瓜的脆嫩竟结合得如此美妙，简约但美味，不加甜酱的司康，吃起来亦是柔和可口，和这款凝脂奶油搭配更是绝了。一旦尝过这搭配，就会让人欲罢不能。下午茶结尾总离不开这些甜品，一边吃甜品一边喝红茶，虽然没有人陪聊天，但却通过感官享受这一切的喜悦。下午茶结束后，5月独自来到了小型机场。今天的他预定了东京上空的直升机环游，打算在生日这天体验一番，送自己一份特别的礼物。随后在机长的操作中，直升机慢慢升空，5月的心也随之激荡起来。这种兴奋感成为他心中无可替代的第一。随着高度的增加，东京的夜景在脚下逐渐铺开。5月感慨，这高度比普通飞机低，但高于飞鸟。这样的景象仿佛只在电影里看到过。然而更让5月惊奇的是，用这样的方式去看东京，他会感到无比感动。原来生活的城市是这么美，从高空俯瞰，夜晚的城市这么亮。5月突然想起一句话，人生用特写是悲剧，用长镜头看却是喜剧。此刻的5月好像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用不同的角度看人生，感觉还挺不错的。就是这样，在生日当天享受了一次特别的独享旅行。夜幕降临，就此告一段落。在5月的美好时光里，独自享受下午茶，一个人坐飞机，遵从自己的内心。独处时光是他治愈自己的秘诀，即使一个人也能享受生活中的快乐。依赖别人的快乐是短暂的，真正的幸福源自内心的力量，那是只和自己有关的事情。也许去做个喜欢的事，或尝试从未体验过的事情，这也是生活的乐趣啊。明明周末啥都没做，星期一还是很累，你是不是也常有这种感觉？这大脑疲劳和身体疲劳是完全不同的体验。如果你总为周末无聊烦恼，窝在家里，可以看看这部剧，然后利用周末的时间去尝试一些未体验过的事情吧。5月的今天，趁着周末，我来到了被称作面试天堂的大阪。这并非刻意安排的旅行，只是临时决定的心情。为了品尝一碗特色面食，他决定当天往返东京。如果你问他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，他也不好回答你，他只是突然决定了今天专注吃面吧。他一早就想好了要吃的就是大阪的铁板烧。他找到了一家老店，装修很有怀旧感，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尝了。而且这家店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一个人也能来吃，独自享受的专位。这种座位仿佛专为5月这样喜欢独处的人设计的。他点了份铁板烧拼盘和一杯生啤，很快老板娘就端上他的餐。这儿的铁板烧是自助的，所以想吃到美味的成品得自己动手。秘诀就在于搅拌时尽量把空气搅拌进来，要轻柔，不要过度。等混合均匀后，将五花肉铺在铁板上，然后倒入揉好的面糊，接着再铺一层五花肉和鱿鱼。
最后用剩下的面糊盖住。光听那滋滋冒油的声音，就忍不住咽口水。这一刻，老板说，2面各煎5分钟就好了。为了尝到最美味的那一口，5月认真到拿手机计时。在等待中，他强迫症发作，很想用铲子翻动食物，但为了美味，还是忍住了。时间到了，刷上店里的秘制酱料，撒上海苔和木鱼蟹就能开动了。但最好用铲子切开吃，这样夹在里面的食物才可以一口吃掉。5月切下一块，直接一大口嚼进去，脆嫩的猪肉，松软的面饼，香气四溢。5月感叹道：“此刻世上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了。”再喝口生啤，来回5小时的辛苦也值得。然而这时店里又进来2位客人，点了一份炒面。不同的是，其中一人还点了一份生鸡蛋，这引起了5月的注意。炒面配生蛋的吃法，他是第一次听说。既然遇到了，那一定要试试看。于是他又加了一份炒面。老板娘告诉他，他们的炒面是特粗面条，推荐你配生鸡蛋一起吃，风味会特别不一样。5月暗自想着，这地方果然是面食的天堂，各种各样的面食让他不断的尝试。没过多久，炒面就做好了，端上桌。看着那裹满酱汁的面条，5月迫不及待地先尝了一口。浓郁的酱香配上脆嫩的蔬菜，口感非常丰富有层次。接着5月决定试试加了生鸡蛋的炒面，这是他第一次尝试这种吃法。这新奇的味道一下子就让我惊艳了。浓稠的甜酱配上粗壮有嚼劲的面条，再加上生鸡蛋的鲜美，简直就是铁板上的3重奏，在口中奏响了乐章。明明刚吃完一份铁板烧，但这美味完全让他欲罢不能。在5月的眼中，独活就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就像今天的大阪之行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和计划，只想简简单单的吃碗面，说走就走，不会因为独自一人就限制自己的行动。美景一个人看也很美，美食一个人吃也很香。专注于自己的感受，才是自我治愈的关键。独自去想去的地方，做喜欢的事，吃想吃的东西，享受独处的时光，这是不是你理想的生活方式？如果现在的你也被生活中的琐事困扰，不妨静下心来看这部剧，或许这样能暂时忘却烦恼，用轻松的方式给自己充电，治愈心灵。今天既不是个特别的日子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压力，但5月却选择了在这家城市酒店好好放松一下。刚进酒店就有服务员热情接待，还递上了一杯迎宾饮料。这饮料可不简单，光材料就来自4个不同的地方，还加了富士山下的温泉水一起煮出来的。被这种行家推荐，5月一下子愣住了，心想这杯饮料能有啥特别？没想到刚尝一口就发现这饮料的甜度也很讲究，觉得这饮料即使接待贵宾也不输给任何饮品。接着在服务员引导下，5月进了自己的房间，四处环顾了一下，虽然没有预期的那么大，但视野极好。今天看起来运气不错。服务员表示，这里的酒店服务是1对1的，有任何问题可以找他。然后离开了。现在房间里只有5月一个人，他于是开始放肆了起来。他猛地跳上了床，柔软的床垫让他忍不住在床上滚来滚去，还有那丝滑贴身的床单，果然是意大利进口的手工精品，光是触摸就能感受到跟普通的不一样。就连浴室的毛巾也特别柔软。5月忍不住把脸贴上去轻轻感受，而且洗护用品都是顶级品牌。5月不禁感叹，这里的一切都符合他的预期。就在这时，5月在房间里发现了一张说明书，原来这家酒店是全天候服务，各个时间段都有自助餐。于是5月就急忙赶来看看，现在正好是晚餐自助。看到各式各样的食物，5月瞬间就犹豫不决了。虽然每样他都想尝尝，但为了不浪费，还是得挑选合理。这时服务员走过来，建议他试试牛排三明治和炖肉汤，毕竟这是酒店的特色。于是他推荐后，5月选择了这2道菜。看着清澈的汤，5月明白这个汤绝对不简单。仔细品尝，不可言喻的香味让5月连连称赞。很少吃牛排的他，瞬间被这个牛排折服。5月才明白，原来烤牛排是如此美味的佳肴。
于是他一边欣赏着东京夜景，一边享受着晚餐。果真，城市酒店的体验确实惬意而美妙。吃饱喝足后，5月打算去酒店的庭院走走。来了才发现，明明在东京市中心，却像到了自然景区。路边还能看到古老的石灯笼，一查才只有400多年历史。这城市酒店还真低调。随意走后，5月回到酒店，发现自助区又有新花样。走过去一瞧，原来现在提供睡前酒和巧克力了，而且还是那家有名的巧克力，这怎么能错过呢？于是靠在窗边，5月又来了一点香槟和巧克力，享受一下睡前的独酌。果然手工巧克力就是特别，不是那种吃完就忘的味道，巧克力瞬间就在嘴里化开，果然是巧克力大师。5月感叹，用心做的食物果然都很好吃。5月回到房间后，舒舒服服洗了个热水澡。尽管平时在家也能泡，但不知为何，在这里洗澡的感觉更好。澡后就这样舒舒服服地躺在软床上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5月被酒店服务员叫醒，原来是他预约的早餐到了。服务员礼貌地送来了美味又营养的早餐。在这里，连早餐都能让人轻松享受。而此刻的5月，仿佛忽然明白了心中的疑惑：为什么住在城市酒店会让人感到这么放松？原来是因为每天生活的疲惫，渐渐的，对所有事情都变得敷衍了。无论是泡澡，还是早餐，甚至晚上喝酒，都是随便应付。但住进这家都市酒店的一瞬间，5月意识到，生活中的小事都值得认真对待。毕竟，生活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，偶尔去感受一下，会让人想起这个简单的道理。这可能是给独自生活的自己最好的奖励吧。在工作和生活中，你是否也不太擅长社交？有没有想过一个人去各种地方，享受独处的时光呢？如果此刻你正感到独处的焦虑，你可以看看这部治愈日剧。剧中的他用行动证明，一个人也能自在快乐，享受独处的乐趣，并不会因为独身而减少。5月他要挑战一项难度大的活动，就是独自划艇。为了这一天，他提前1个月练习皮划艇，最终顺利得到了教练的许可。想到一个人慢悠悠地靠近河流，欣赏沿途风光，心里不禁多了些期待。东京其实是被水包围的，平常走在陆地上的我们很难察觉到这一点。5月也是接触了划艇后才明白的。他熟练地划动划桨，悠然欣赏两岸景色。回想以前，我总是在电车或高速路上俯视着东京，今天却站在最低处，仰望这座城市，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。路上有个大爷突然和我聊起了桥的历史，河边还有年轻的女孩组成乐队尽情歌唱，充满青春的气息。不知不觉就到了今天的终点，那就是这座城市的最高建筑天空树。从底下往上看，由于太高，5月的脖子开始酸痛。看着眼前的天空树，他想起了这座建筑刚建成时，自己还不敢一个人去这么挤满了人的地方。而如今，他下一个目的地好像也已经有了计划。所以划艇结束后，5月独自一人来到天空树下。开业10年，这还是他第一次来。没想到这里的电梯装修有点特色，看着高度快速升高，耳朵不自觉地发胀。怀着激动的心情，5月第一次走进空中的世界，俯瞰着整个夜晚的东京，他反而觉得独自来的自己可以尽情欣赏这景色，真是件美好的事。用手机拍照也不会反光，5月觉得这种小心思很贴心。第一次在这种高度踩到玻璃地面，想起小时候因为担心体重随时会导致玻璃破裂的不安，而迟迟不敢尝试，这算是弥补了童年的遗憾吧。接着5月点了杯饮料，独自坐在窗边，细细品味一口饮料，再抬头看看外面的夜色，找到了白天划船的那条河。没想到自己竟然划了这么远的一段距离，还真是佩服自己的胆量。绕着塔台走着，5月感叹道，这些年一个人去了很多地方，经历了许多新鲜事，原以为见识够多，但现在看来还差得远。那些未到之地和未体验之事，成了他5月的动力。他期待下次独自旅行，并不是逃避群体生活，而是感受不同的人生意义。
也许每个人生选择，都是别人尽力后的结果。无论独自生活还是合群，只有包容、尊重这些决定，才能更从容迎接更好明天。一直以来，大家觉得需要多人共同享受的美食，像烤肉或火锅，有些人总觉得一个人去会有点尴尬，但他不这么想。在他看来，好吃的东西不会因一个人吃而变难吃，难吃的东西也不会因为多人吃变好吃，恰恰是一个人吃时，才能更好地品味美食，甚至有新的体会。这几年，满大街掀起了一股吃广式早茶的风潮，他在这热潮中发现了转盘餐桌。今天他打算去中餐厅，亲自试试转桌吃饭的乐趣。5月信心满满的来到一高级酒店，在长长的走廊里，5月注意到两侧美丽的壁画。这家酒店看起来规模不小，原本只是打算吃个中餐，结果还意外看到了美景，回想起来感觉挺值的。随后就到了这家店有名的百吉台阶，竟然还是当年的文物遗产。迈步走上台阶，环顾四周的装饰，没想到这种年代还能保存这么精美的装饰。不过有点疑惑的是，说好的百吉台阶，结果最后一集是第99集。带着这个疑问，5月不知不觉到了今天的目的地。虽然有所预料，但比他想的还豪华。服务员热情地迎接了他。刚坐下，5月的注意力全都在这转盘上，心想难得来一次，今天一定要大吃一顿。于是5月决定今天吃到撑，但在服务员的建议下，一个人最多点14就够了。这样不仅不会浪费，还可以尝更多菜品，并且为了让小桌客人就餐，还提供单份的菜品，这样就可以全部放上转盘，尽兴的吃个饱。于是5月听从服务员的建议，点好了餐。服务员先上了茉莉花茶，用绿茶打底，加入茉莉花香，光是闻就觉得香气很高级。品了一口后，味道更加优雅。但5月突然问起了门前的百吉台阶，明明说有100级，可为什么只有99级呢？服务员告诉他，这是有意为之的，完成的事物无法再成长，也没有未来。相反，未完成的东西才不会终结。只有理解这层含义，才能让店铺不断进步。没多久，菜全部上齐，但5月不急着吃，而是先转动了一下转盘，好好体验了一下。虽然很小，但依然转得很顺畅。在独自的圆桌前，想吃什么自己转，真是够奢侈的。然后按照网上的方法，5月迅速剥了一块烤鸭，整块塞进嘴里，酥脆鸭皮和青瓜葱丝一起包在内。5月感叹，能想到这吃法的人真是个天才美食家。看他一口接一口的吃，这样不用管别人，自己吃的痛快，实在太爽了。接下来就是这道干烧虾仁，大块的虾肉裹满浓浓的酱汁，还不用在意虾仁的数量，一个人随意吃个够。今天来这儿真是太对了。边转着转盘，边吃着喜欢的中餐，5月觉得今天已经是最快乐的一天了。眼看热乎乎的锅巴被端上桌，再浇上厚厚的酱汁，夹起一块塞进嘴里，金黄的锅巴带着微微的香蕉味，在嘴里发出脆脆的嚼声，锅里还传来滋滋的声响，可以一个人享受这顿美味，尽情地转动餐桌。今天的独自挑战很成功。对5月来说，独自生活忠于自己，心里大喊着想吃的东西，都有机会满足，不必理会他人的目光。身边有人说，一个人吃饭喝酒有什么乐趣？但5月不这么认为。想到咬下一口美食的满足感，舌尖被美味震撼的感觉，这才是生活的美妙吧。独自去向往的地方，自己做喜欢的事，享受独处的时光。她被称为独活女子。今天她将挑战一件事，那就是一个人泡温泉。虽然看似简单，不过也不是一直泡在温泉里，而是分段泡。所以5月选了伊豆的温泉。这个温泉看似普通，但它最出名的是海拔0米，在海边泡温泉放松身心，还能看海驱散焦虑。最妙的是，这里600日元的价格和东京一样，没想到花一样的钱，却能获得更好的体验。这样的好事当然少不了独活的他。门一开，5月就感叹，这种绝美景色，几句话怎么能说得清？见到这样的景观，他也明白，
为什么温泉迷都爱来这里？他已经急不可待地想尝试了。原本泡温泉最享受的方法是依次进行足浴、半身浴和全身浴，但看着眼前的美景，觉得这样也不错。今天他决定随心所欲地泡。在大自然面前，那些详细的规则可能没那么重要。听着海浪的声音，泡在温暖的温泉中，真是无以言表的放松。第一次泡露天温泉，他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慢慢忘却日常烦恼，全身心感受独处的轻松时刻。好了，该启程去下一个地方了。今天他决定什么也不干，只想舒服的泡温泉。下一个目标，5月，早已决定好的，就是山中的水疗温泉。听说以前泡温泉被视为治病良方，这种说法至今流传。他也想亲自体验。5月的时候提前预约过，顺利进入温泉。山林间半露天的温泉，泡着十分舒适。5月感到很满足，今天的独自旅行也画上了句号。虽然继续留在温泉旅馆会让温泉之旅更加完美，但今天的他还有一个必须去的地方，那就是泡温泉时遇到人推荐的面包店。听说那里的面包常年供应给高级酒店，而且这还有个名声在外的温泉面包，一定要推荐他去尝尝看。于是5月在泡完温泉后立马赶去了这家面包店。果然名副其实，再晚点来面包就要卖光了。于是5月买了一个温泉面包，掀开包装，原来法式面包在小浴池里，牛肉炖汤一入口，简直就像在温泉里泡澡，这怎么会不好吃呢？5月沾了一点汤汁尝了一口，果然是从未有过的美味，瞬间就俘获了5月的心。这次的独自旅行真是让身心都充满了满足感。人生啊，只要活着，美好的事情总会发生。回到初心，继续努力，才是生活的根本选择呀。眼前这个女人虽然只是家公司职员，但她却是自己人生的主角。如果把人生当成一部电视剧，自己既是编剧也是导演，随心所愿也能写出完美的人生结局。如果你此刻也对生活充满烦恼，放松心情，看看这部剧吧，或许你的困惑里面的女主可以解答。5月是个喜欢独处的女子，所谓独处就是独自去想去的地方，做喜欢的事，不用在意他人的眼光，只专注自己的感受。在这个躁动的社会，抽空治愈自己的方法。今天他的5月在同事推荐下选择参加真人 CS， 虽然在此之前他都没听说过这个，可是总是挑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偶尔试试别人推荐的娱乐，也觉得蛮有趣。于是他一个人去了家真人 CS 俱乐部，看着眼前这群装备齐全的人，5月心里开始紧张了。毕竟新手一个来参加，担心拖累别人，可来都来了，不如试试。没想到今天居然有很多女性顾客。看到这么多女性参加，5月立刻自信起来。穿好装备后，现场负责人开始讲解规则。玩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2队之间的对抗，谁先敲响对方标志的铃钟算赢。如果中途被击中，要主动喊出来，这样既是对对方的认可，也能让队友掌握当前局势。口号一响，第一局游戏开始了。只是首次参与有点猛，开场不到5秒就被下线，自己也感叹真是划水。在安全区等候时，5月有点后悔，没想到和运动无缘的自己被淘汰竟有这种感觉。看来即使40岁也会成长啊。然后5月没气馁，继续下一局游戏。他想起刚教自己射击的情景，却精准击中了对面，只不过目标是自家队友。没想到的是，自己也因此被强制下线，这让5月十分尴尬，连连向队友道歉，但对方表示没事，第一次都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并鼓励他下场一起更努力。5月也被对方打动，想想即使一个人参加这些活动，其实周围的人有时总会热情地接纳自己。眼看中场休息时间到了，在这次独自参加的活动中毫无进展的5月也开始变得失落起来，不是被打击就是到处逃跑。可背后的女孩忽然和他聊起天，告诉他其实真人 CS 是团队战，这个团队里没有配角，完成任务的人都是主角，更要好好享受当主角的时光，一味逃避无法成为主角。
看着队友热情的鼓励，想到自己因为是新手，就有退缩的念头，感到惭愧。所以在接下来的游戏中，5月总结了之前的经验，全神贯注，时刻警觉，在队友的掩护下，成功敲响了敌方铃钟。胜利的几秒钟，仿佛让他置身电影场景。这一刻，他如同主角。对5月来说，这虽然只是个射击游戏，但团队的胜利，以及他亲手敲响钟声的瞬间，让他体验到了主角的光环。也许今天同他并肩作战的队友，明天就会回归个人的生活，而他也会恢复到电脑前工作的普通员工身份。但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，生活中稍微偏离一下轨道，离开原有的生活节奏，也许可以更好地看清自己的生活。才子姐，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这部电影的主演，这是谁名人的话吗？不是啊，这是我5月女会。你听过这句话吗？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，现在长大了，这句话勾起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。是啊，在这个年代，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。小时候特别爱的零食，常去玩的游乐场，这些东西随着时间流逝慢慢消失。每当回忆起那些快消失的事物，总觉得有些遗憾。5月也这样想，所以这次他打算趁周末再去感受一次时代变化，找回小时候的美好记忆。于是5月坐上电车，来到关东县的复古汽车餐厅。一进门，密密麻麻，全是整齐排列的自动售货机。5月认为这真是勾起怀念，250元这种复古风，瞬间把他带回了过去。只是有点不解，明明是自动贩卖机的拉面，机器上却写着自制秘制叉烧，这不应该只是加开水就好的吗？带着这样的问题，5月决定试试这款叉烧拉面，只需要等25秒。当他端出拉面那一刻，往事一瞬浮现，他立刻回到了童年时光，果然还是记忆中的味道。不同的是，这种味道不像泡面，也不像店里的拉面，而且这个叉烧看起来也不像速食食品。真的会像小时候想的那样吗？这个小机器里真的藏了个拉面师傅吗？刚好身后进来一对夫妇，原来是店老板。老板娘问5月味道如何，5月夸味道棒极了，完全不像速食。问完才知道，这家的配菜都是老板娘亲手做的，然后放进机器里。5月听完后马上拿起钱包站起来，原本只想尝尝儿时的拉面，没想到这种时代还有人用心保留老式贩卖机。既然来了，就得把所有东西都尝遍，万一哪天吃不到了，那才会后悔。5月尝了一口，发现跟大街上的快餐完全不一样，说不出具体的感觉，只觉得特别温暖，这是在别处无法感受到的。5月出门，回头瞧了瞧餐厅，虽然也许是最后一次来了，但细想好像也没什么遗憾。有机会的话，那就下次再见了。5月接下去要去的就是这家复古味十足的游乐园。一进园内，确实都是童年回忆中的游乐设施。不过他来这儿有个非看不可的东西，就是面前这群木马。没想到小时候的玩具，尽管现在的我已经不适合乘坐了，但即使只是看看，感觉也很满足。这时身后的一位奶奶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跟我聊起来。聊过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奶奶一家3代都坐过这木马，她还时不时的来这家游乐园看看。随着时代和城市变迁，唯一不变的就是这里。也许随着年龄增加，人们希望看到不变的东西，或者说是看上去没有变化的东西，就像把过去的记忆重新拿出来，定格在这一刻。和奶奶聊过之后，5月似乎也有所感悟，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，一切事物都在变化，即使再受欢迎也不会永远存在。就像父母和金钱，还有记忆中的美食美景，现在能去就赶紧去，可能以后就没机会了。没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，一切都在变化。正因如此，才要珍惜当下，尽情享受。